蘋果每年秋天那場發布會，真正賣的從來不是手機，是懸念。他花一整年把一款新機捂得嚴嚴實實的，就為了台上揭開的那一刻，讓全世界一起驚呼一聲。可今年這個懸念，在6月的一個深夜，被幾個陌生人敲了幾下鍵盤，就清零了。一個你多半沒聽過名字的黑客組織 WireLeaks， 從蘋果的印度工廠裡偷走了630多個 GB、20多萬份文件。這個組織玩的是先勒索，不給錢就公開的路數。他們先找塔塔要贖金，塔塔這種大廠通常不會付，於是他們乾脆把這批文件一股腦的掛到了自己的暗網泄露站上。這幾天全網都在傳的那組 iPhone 18 Pro 谍照，前後3攝，直板機身，就是從這批文件裡漏出來的。但我把這次泄密事件理了一遍之後，我可以很確定的告訴你，如果你以為這次被搬走的只有幾張長得像下一代 iPhone 的照片，那你完全看錯了方向。真正被人偷走的是蘋果焊了20多年，比它任何一顆芯片都值錢的一樣東西，一樣他自己從來都不承認，但所有同行都眼紅的東西，一道護城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道護城河的第一道大裂縫，恰恰出在蘋果這幾年花大價錢壓住的一個新產地——印度。今天這期我們不聊 iPhone 18 Pro 好不好看，我們來算一筆賬。蘋果為了不再把製造吊死在一個地方，把產能分散到更多的國家，正在偷偷付一筆你在任何一份財報裡都看不到的錢。這筆錢我給它起了個名字，叫保密稅。而這件事跟你手裡的果鏈股票，跟你怎麼判斷蘋果這家公司還能不能一直躺着賺錢，直接相關。先說這次到底漏了什麼？我先說結論，這不是數碼博主蹲在工廠門口偷拍幾張谍照，這是有人把蘋果這台手機是怎麼造出來的，從裡到外抄了個底。泄露的文件顯示，裡面有 iPhone 18 Pro 主板的多層設計圖，連內部代號都寫着 V63、V43， 有蘋果那顆還沒發布的 A20 Pro 處理器的技術文檔，甚至有蘋果第一次完全甩開高通自己做的那顆基帶芯片，內部代號叫 Ganame 的集成方案，還有一本50多頁蓋着蘋果專屬水印的電路板質檢標準手冊。這些東西原本只該躺在代工廠裡最裡層的制造系統裡，全世界能看到的人也沒幾個。但這些都還不是最要命的，最要命的是一張表。這張表把 iPhone 18 Pro 上幾百個零件，主板芯片、電池、攝像頭模組，一個一個精準地對上了它背後的供應商。誰做哪個件，蘋果在哪個件上找了幾家供貨，哪個件是被一家死死卡住的，清清楚楚。你現在可能還沒意識到這張表意味着什麼，別急，我先把話放這兒。它捅的是蘋果過去10幾年最賺錢的那套本事的心臟。為什麼？我把蘋果這套護城河拆開給你看，你就懂了。我們先來看蘋果這20多年到底焊了一套什麼樣的東西。大部分人以為蘋果的保密就是簽個保密協議，員工嘴嚴一點，太天真了。蘋果是把保密這2個字，物理的、數字的，一層一層砌進了每一家供應商的日常運營裡。蘋果專門養了一支隊伍，叫新產品安全團隊。這支隊伍裡招了大量會說中文的前美軍人員和情報圈的人，幹的活就是去審查那些敏感供應商的安保系統。在他們的要求下，工廠裡所有的垃圾袋都必須是透明的，運出厂之前還得過一道金屬探測器。反過來，裝敏感零件的箱子必須是不透明的，貼着帶獨立編號的防拆封條，撕破一個就查一個。高壓到什麼程度呢？他們在突擊檢查的时候，真的抓到过工人躲在大机器後面，
學電影《肖申克的救贖》，一天早一點，在牆上挖洞，想挖一條地道，把偷的零件運出去。還查到過把零件藏在鞋底，塞進皮帶扣，甚至泡在拖把污水裡帶出去的。有人試過把幾十塊的 iPhone 玻璃屏幕藏在內衣裡往外走，最後是走路姿勢不對，被安保一眼看了出來。你听着像是段子，但這就是蘋果保密體系裡毛細血管級別的真實日常。它最大的那家代工厂富士康，在河南鄭州的園區大到有個外號叫 iPhone 城。工人要進新品市場的車間，得刷加密卡，过指紋，再刷一遍人臉，3道關，切一道都進不去。離開生產線，還要過像機場安檢一樣的金屬探測門。這種近乎堡壘的管法，就是舊系統物理保密的極限了。言行機這一塊更誇張。2010年，一個蘋果的工程師在美國加州的一家酒吧裡，把一台偽裝過的 iPhone 4原型機弄丟了，被網站提前好幾個月曝了個精光。這件事之後，蘋果給每一台送去外面測試的原型機都套上了一個厚厚的、故意做得很醜的外殼，只露出屏幕。每一台還配了一本實體的護照，機身背面激光刻上了專屬的二維碼，誰碰過，在哪個環節碰的，都得在護照上簽字畫押。一旦泄密，追責能精確到具體某一個人。光是物理防還不夠，到了數字這一層就更狠了。蘋果要求供應商建一套跟外網完全隔絕的電腦網絡，存最機密圖紙的那幾台機器，還要在這套網絡裡面再套一層，行話叫雙重牆。不許用 Google 企業版，不許用 Dropbox， 連公共郵箱都不許拿來跟蘋果通信。他發給供應商的每一份設計文件裡，都埋了一層肉眼看不見的水印。你要是敢拿手機拍屏幕，它立馬能順着水印定位到哪家廠、哪台電腦、哪個賬號洩出去的。最後壓軸的是錢。蘋果拿着全球最大買家的身份，逼供應商簽下了天價的違約金。2013年，捷普那家廠一卡車 iPhone 5C 的彩色外殼被人偷印出厂泄露密，罰款則是2500萬美元，外加調查費用全部自己扛。還有一家做藍寶石玻璃的 GT Advance， 合同裡白紙黑字的寫着，只要泄露一次蘋果的產品信息，罰款5000萬美元。你算算這筆賬，供應商為了不觸發這種讓自己當場破產的罰款，只能自己掏出幾百萬美元去升級安保，裝人臉識別，雇幾百個保安。而這一整套東西建起來，只能給蘋果用，換一個客戶就是一堆廢鐵。所以你看明白了沒有？這才是蘋果真正的護城河。它不是靠技術把供應商綁住的，是靠讓每一家供應商都為它砸下一筆換不回來的沉沒成本，把人牢牢地焊死在了自己這條戰車上。你想跳車，之前砸進去的錢就錢打水漂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這套鐵桶陣這麼嚴，這次怎麼還是漏的呢？而且漏得這麼徹底，630個 GB 一次性端走呢？這才是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。答案就藏在蘋果這幾年最大的一個戰略動作裡。這個動作怎麼就成了漏洞的源頭呢？我一步一步的給你拆。這幾年蘋果一直在做一件事，把原本高度集中在一個地方的制造產能分散到更多的國家去，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。印度就是它壓下的最大一注。塔塔電子就是接這一注的主力，短短幾年，從一個代工新兵衝到了吃下印度 iPhone 產能的1/3的位置。印度這個國家4年前在全球 iPhone 裡還只是個零頭，現在已經衝到了1-2成。蘋果甚至計劃到今年底，把一年6000多萬部的產能全挪過去。問題就出在這個太快的速度上。塔塔電子這家公司
2020年才成立，幾年時間，員工從幾百幹到了好幾萬。他手裡的那些廠，很多是從緯創、和碩這些老牌的台灣代工厂手裡接過來的。這2家在印度做的都不算順，先後把廠賣給了塔塔。等於塔塔是把好幾摊的来源不同的系統匆匆的拼在了一起，邊跑邊補。蘋果那套20多年練出來的保密功夫，物理這一層塔塔能學，門禁、探測器照着裝就行。可這種拼湊起來還沒磨合好的數字系統，恰恰是最容易被人從縫裡鑽進去的。而 Wallach 這幫人恰恰就是從數字這道縫裡一刀捅了進去。我要特別把一點說清楚，免得有人誤會。這次出事根本不是印度的工厂不行，別的地方就一定安全這種話。恰恰相反，你看這幫黑客的手法，他們玩的是一種叫純數字勒索的打法，跟以前那種把工厂電腦鎖死，逼你交錢換解鎖的病毒不一樣。他們根本不鎖你的機器，也根本不用進廠，他們靠偷來的賬號在塔塔的內網裡悄悄地潛伏了好幾個星期，甚至幾個月，慢慢的一點一點把高價值的數据往外導，導乾淨了才跳出來公開的敲詐。塔塔的流水線1秒都沒停，機器照樣在轉，可最機密的東西早就被掛到了暗網上了。看明白了嗎？黑客壓根就沒去碰那套金屬探測器、透明的垃圾袋、肖申克隧道防的東西。物理防線焊得再鐵，在純數字的攻擊面前是失效的。順便說一句，黑客現在越來越愛玩這種只偷不鎖的路子是有原因的。以前那種把機器鎖死訛贖金的老套路，企業一恢復備份就把它破解了。可純偷數据就不一樣了，東西一旦掛到暗網，潑出去的水就收不回来了。塔塔就算1分錢不付，這個損失也已經實實在在的造成了。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泄露比過去任何一次都更難善後。而且說句公道話，蘋果在別的地方也不是沒漏過。剛才說的捷普卡車、酒吧裡丟的那台 iPhone 4原型機，都是老牌產地出的事。泄密這件事從來不挑地方，哪裡有價值，哪裡就有人惦記。所以這期我最想讓你記住的就是這一句：蘋果最硬的護城河，從來不是焊在廠房牆上的探測器和封條，而是焊在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拿到前途這件事上。可一次純數字的勒索，一次就把整張前途打包搬走了。物理时代偷蘋果的秘密，得挖地道、藏內衣，冒着風險也得帶出去的幾塊屏幕。數字時代，一個失效的賬號630多個 G 全端走。這不是哪個國家的工廠誰強誰弱，這是整個高端制造業從物理保密邁進數字保密時集體踩的一個大坑。塔塔只是第一個被公開擺上台面的。好，現在我們回到那張最要命的供應商映射表，看看它到底炸出了多大的一個窟窿。先說一個很多人沒注意到的細節，塔塔這家廠背端泄的不只是蘋果，同一批文件裡還有台積電標着 TSMC Secret 的16份文件，高通標着可能還有商業機密的23份文件，甚至還有特斯拉的工程圖，涉及它的 Model 3和 Model Y 的充電接口控制器。一家代工廠同時給這麼多頂級的客戶幹活，就把這麼多家的機器堆在了自己的一台服務器上。它一被攻破，4家的底牌同时攤到了桌面上。這幾年大廠都在把產能拼命集中到幾個超級代工廠，這個隱患是整條鏈的。而對蘋果殺傷最大的還是那張表。蘋果這家公司賺錢的核心邏輯說穿了就5個字：信息不對稱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張牌桌，滿桌坐着几百家供应商，每一家只看得見自己手裡的那副牌，而蘋果一個人坐在莊家的位置上，所有人的底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三星報了多少， SK 海力士報了多少，誰在虚張声勢，誰其實已經到了底線。供應商相互不知道，蘋果全知道，他就是靠這個信息差年年把價格往下摁。你不降沒關係，他轉頭就把單子給別人。而現在這張牌桌被人一把掀了。其實就在蘋果宣布漲價的同一周，已經有人當着全世界的面替我們預演了一遍這根槓桿是怎麼斷的。事情是這樣的，庫克前腳剛在《華爾街日報》上把這波存儲漲價甩給了上游，說這是百年一遇的洪水，說這個價格不可持續。話音沒落幾個小時，內存大廠美光的一位高管在同一家報紙上就回敬了一句：早在幾年前我們就提醒過某幾個壓價特別兇的大客戶，這麼幹不是長久之計。2023年那一輪，一大堆擴產計劃就是因為價格被壓得太狠，利潤太差，直接停掉了。他沒點名，但時間點卡得死死的，業內一看就知道說的是誰。要知道，美光那年的毛利率一度被壓到了負的 17.8%。你品品美光高管的那段話，這等於當着全世界的面，把蘋果專家位上的一張牌翻過來給大家看。你今天這麼被動，一部分正是當年你自己把人往死裡壓出來的。美光這一下掀的還只是蘋果定價前的一角，而塔塔泄露的那張供應商權表是直接把整張牌桌給端了。他把每一家供應商做什麼件，蘋果有沒有備胎，哪個件被卡死沒有退路，一次性的擺到了所有人的面前。莊家的牌從此人人可見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明年 iPhone 的那一輪採購，那些手裡攥着硬貨，知道自己無可替代的供應商，會照着這張表精準的跟蘋果要價。尤其是現在內存存儲本來就在瘋漲，蘋果一旦失去了信息掩護，壓價的能力就被削掉了一大截。那這筆損失有多大呢？有專門做網絡安全精算的第三方算過，按 IBM 那份被行業公認的報告，光是一次涉及供应商的泄密，平均的應对成本就要490萬美元，從發現到堵上平均要拖276天。而更宏觀的學術模型顯示，一家大公司的核心商業機密被偷走公開，事件窗口期內平均會蒸發掉16到21億美元的市值。這還只是賬面上能算的，真正長期失血是蘋果那顆自研基帶的圖紙，主板的布線邏輯，質檢的公差標準全卸了，等於免費給對手做了一次研發輔導，讓他旗艦能領先的時間被人悄悄地縮短了。還有專門做合同管理的機構統計過，採購的底牌一旦暴露，合同裡平均會滲漏掉 9% 的預期收益。把這個比例放在蘋果一年幾百億美金的採購盤子上，是個很嚇人的數字。更別說市面上很快就會冒出一批照着真圖紙精準仿製的假配件，一點一點的啃食它最值錢的那層高端溢價。說到這兒，就要講這次最反直接的地方了。這麼大的事，蘋果的股價崩了嗎？你去翻它的 K 線，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。6月25號那天，蘋果確實暴跌了，單日跌了 6%， 是2025年4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，一天蒸發掉2600多億美元的市值。你一看這個跌幅，是不是覺得市場在為泄密買單呢？不是，華爾街那幫分析師幾乎沒有一個人把這次暴跌算在塔塔泄密頭上，他們一致認為蘋果那天跌的是另一件事。AI 搶內存搶到發瘋，存儲芯片鬧出了庫克說的那種百年一遇的短缺，蘋果被逼着給 Mac、iPad 漲價，市場怕它把消費者給漲跑了。這件事我之前的視頻也專門講過，就是那筆被轉嫁到普通人身上的 AI 賬單，你看2條線在這接上了。市場那幾天
滿腦子想的都是內存的通脹，洩密這麼大一個雷，反倒被當成了一個小插曲直接略過了。蘋果股價沒過幾天就反彈，到7月2號還創了近期的新高。分析師炒來炒去，真的也全是內存成本和硬件周期，幾乎沒人把這次洩密當成一個估值變量放進模型。為什麼這麼淡定呢？因為蘋果最近一個财季的成績單實在太漂亮了，營收同比漲了 17%， 毛利率還從 47.1% 一路爬到了 49.3%。 在這種財報面前，一次數據泄露被華爾街看成路上的一個小顛簸而已。所以我的判斷很明確，市場到今天為止根本還沒給這次洩密定價。但沒定價不等於沒賬單，這筆賬只是遲到，不會缺席。它是要在往後的利潤表裡一點一點還的。溢價錢被消，毛利率會慢慢的磨薄。為了堵住這種漏洞，蘋果往2線、3線供應商的網絡安全裡，還得再砸進去幾十億美元搞零信任、搞獨立審計。這些錢本來能變成淨利潤的，現在只能變成防禦性的成本，白花掉了。他們現在一筆都沒現行，但都在路上。我們把視角再拉遠一點看，蘋果過去20年之所以能是蘋果，一半靠產品，另一半靠的是一種沒人看得見的能力，就是它能讓幾千家供應商替它把秘密守得滴水不漏。這種能力比任何一顆芯片都難複製，因為它不是技術，是幾十年砸出來的規矩、罰款和威脅，一點一點養出來的。而這件事的時間點還格外的微妙。庫克再過2個月就要卸任了，這場交班本身我以前也專門講過，這裡就不展開了。但你想想，他交出去的已經不是那個連一顆螺絲都密不透風的供應鏈帝國了。他這一下捅破的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。當一家公司為了分散風險，把供應鏈攤開，四處鋪設新廠的時候，最先鬆動的恰恰是這種看不見的東西。圍牆可以罩着砌，探測器可以罩着裝，但那套在一個地方長了20多年才長出來的管控能力，搬家的時候是打包帶不走的，只能到新的地方從頭再長一遍。而黑客不會再給你留出這個從頭再長的時間。真正的護城河從來都不只是你手裡那點技術，有時候它是那張只有你一個人看得見全局的牌桌。而這張牌桌一旦被掀開，最值錢的東西其實不是被拿走的哪一份图紙，是那個只有我知道的莊家位置沒了。所以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你，蘋果在這次重大洩密事件中，它真正丟掉的到底只是一點點成本的優勢，還是別的什麼更值錢的東西呢？供應鏈這場大搬家，蘋果這本賬到最後是賺了還是虧了呢？評論區聊一聊你的看法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，咱們下期再見。